我們看到這兩位飛行員，他們掉下來的時候，彈射的落點差400公里啊，救援地點卻靠近伊斯法罕的核設施，離這麼的遠，你真的是要救人嗎？還是你其實是要奪取核武呢？救一個飛行員，合理來講哈，應該是低調。你可以救第一個，為什麼不能救第二個？那你動用那麼多的兵力，動用那麼龐大的一個資源，然後到最後只為了救一個飛行員，那整個行動的過程，讓我們感覺上。真的是很像在奪取農作用。那如果說是真的是，我認為是失敗了。如果成功的話，哈，這個川普一定是這個大吹特吹，哈，這個戰略行動已經成功了。我們持續要來關心的是這一場美軍奪鈾是否失敗。那現在呢，我們今天就這個真相來特別做一次比較深入的一個分析曝光了。另外，核武門檻現在可以決定的是生死的博弈，尤其伊朗現在密藏了8000公斤的核材料，要暗度陳倉嗎？今天就是。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美伊這一場戰事的另外一個關鍵點，就是在於說，美國到底拿不到來自伊朗的它的核材料，這些核武它有沒有辦法把它給摧毀呢？現在外界針對伊朗到底有多少的核武做了一個預估啊，說伊朗有441公斤的60%濃縮鈾，已經距離10枚的核武，他們說只剩下最後一步了，一步之遙。那接下來這些核武的問題怎麼去解決呢？李威特很有信心，他說呢，伊朗準備要交出來了，濃縮鈾真的是這樣子嗎？還是美國的一面之詞呢？果然，我們看到伊朗是立刻打臉了，他說這是妄想啊，伊朗的濃縮鈾計劃絕對不會設下任何的限制。那伊朗這麼嗆，美國的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就趕緊回嗆，他說沒關係，你們不交出來，我們美國就自己去拿出來。威脅美軍可能會重啟的，就是類似去年6月當時的午夜之錘。那麼實際上呢，美軍的奪鈾行動恐怕這一次我們看到會不會又再次的經歷大失敗呢？赫格塞斯這樣說，但是是不是其實眼前的危機重重呢？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大家還記得嗎？在這一周我們特別講到的是說，美軍去拯救這位 F-15E 被打下來的飛行員。那這一場行動也被視為其實不只是要救這個飛行員，而美國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奪取濃縮鈾。那麼川普還說這個他們的這個救援行為是成功的，行動是成功的，是復活節的一個奇蹟。但是呢，被外界視為說你救人確實救成功了，但是你的戰損非常的高之外，你要奪取濃縮鈾的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達成。這當中還有4大美軍失敗的地方，而且是非常非常弔詭的地方。好，來看到是什麼呢？就是說美軍，你不是說你要去救人嗎？但是我們看到這2位飛行員。他們掉下來的時候，彈射的落點差400公里啊，救援地點卻靠近伊斯法罕的核設施，離這麼的遠，你真的是要救人嗎？還是你其實是要奪取核武呢？再來就是說，你只不過是救一個人，為什麼要動用這麼大的兵力？當時一共是派出了176架的空中艦隊，而且呢，比較弔詭的事情是，你只是要救一個人，為什麼你要派出2架 C-130啊？這 C-130是做什麼用的呢？其實是運送一些大型的武器啊，不管是導彈或者是坦克，你真的只是要救一個人嗎？這件事情也被高度的質疑。那美軍的行動，他們就說你們做的這一切就很像是過去你要夺取濃縮鈾的時候所做的事情啊。那麼現在也看到執行轟炸的任務，卻還是單兵的監射飛行，代表當時是一個低空的飛行，是不是要做一個偵查當地地面清剿等等的動作？這些東西他們都認為根本就是為了奪取濃縮鈾吧。所以節目一開始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是假救援真奪鈾嗎？為什麼美國到現在不針對此做一個比較清楚的說明？酈將軍怎麼看？當這個飛行員被救出來，川普自己在白宮主持的這個記者會之後，那當然，舆論上面就發現其中有很多疑點不合邏輯。那第一個是地點，我這邊給各位看，這張圖是，這個川普自己記者會上面公布的圖哈。所以你看這個距離，大家就懷疑啊，這個怎麼可能？說戰機是在這個伊朗的南部這個地方被擊落了墜毀，但救援的地方距離這邊哈，如果按照美國白宮的記者會所述的這2點的距離有150英里，也就是說242公里這麼遠。
那美國的說法，我覺得是讓大家聽着覺得說不可思議。你的說法有一點很牽強。他說，就第一個飞行員之後，因為彈射以后，因為這個氣流飄啊、跳傘，這個傘隨着空氣就飄得比較遠一點。那我自己跳過傘，我知道你再怎麼遠也不會飄到說是幾百公里那麼遠，對不對？那非常危險的。所以真的很遺憾。救援地點在這個地方哈，這個當然第一點讓民眾起疑。第二點哈，如果說你第一個飛行員可以救到的話，應該第二個飛行員你可以用同樣方法就可以救到嘛？因為什麼？第一個飛行員用黑鷹直升機把它撈走以後，那第二個這個你一樣可以這個用直升機黑鷹直升機就夠了。你為什麼要動用到176架的各型飛機哈？那我在講這176架有什麼形式的飛機？第一個哈是運輸機哈，C-13動運輸機。第二個是就黑鷹直升機哈，是這個通用直升機。另外還有特戰直升機有6架，叫做 MH-60的那種特戰直升機。還有 A-10攻擊機，對地面負責火力掃射跟攻擊的。那還有空中加油機，光加油機動用到46架次。我老天爺，你到底多少飛機在天上飛，要用到46架次，要替這些戰機來加油？這是第二個，大家懷疑說你很簡單的，應該是低調，趕快把人撈出來，一架黑鷹進去哈，頂多就是 A-10掩護，把人救出來就走了。就你動用到那麼多的飛機，那再來第三個整個救援的行動。就確實是跟躲右的動作一樣。第一個，這2架這個運輸機下去，它為什麼要選擇在這麼遠的地方？因為這麼遠的地方才可以降落 C-13動，因為它有一個跑道在那邊，有個廢棄的農場，所以它找到這個跑道在這個地方，它用 C-13動。那降落的時候採取阿富汗式的降落，就是俯衝下去有拉平降落，出來大概150個這個美軍的特戰部隊，那它是怎麼樣？一下來以後，它立刻形成一個空降堡，把這個地方構築一個堡壘，這是兵力。那火力呢？它用 A-10攻擊機在上空密切的巡邏，只要發現有阿富汗的部隊過來的話，它就伊朗的部隊過來，它就這個火力攻擊掃射。那在更外圍，它用什麼呢？用無人機監控整個戰場。掌握到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的動作，所以說構成一個很嚴密的監視網，從這個無人機到這個 A-10攻擊機到地面的部隊，然後中間保護的是這2架的 C-13動，所以很明顯的，你說是救人需要動用這麼龐大，然後你降落地點事實上跟那個後來他們證明跟那個飛官這個降落傘降落地方也差到20公里遠嘛，他後來他就說用這個小鳥直升機去把人接過來的。那第三個，讓人家覺得很懷疑，就是撤退哈。那你撤也很奇怪，你應該所有人你既然可以降落，按理說你就在那個地方就可以起飛嘛。這個等一下，我們張將軍可以幫我補充一下。我是覺得說飛機應該降落可以力量應該會比較大，就按理說起飛的時候應該翅膀有浮力，應該比較輕。你怎麼會在起飛的時候輪胎反而陷到沙子裡面，降落的時候沒有陷落？而且這2架直升機帶這2架 C-13動。目前知道他們帶的是什麼？是這6架的1架飛機帶3架直升機。那是不是這個你直升機推出來以後，這個大的飛機準備裝上什麼物品裝進去以後，那人就上不去了嘛？人上不去，是不是人就坐這個小直升機來脫離戰鬥來撤離？所以整個過程給人家感覺到疑點重重啦。那當然你救一個飛行員，合理來講應該是低調。你可以救第一個，為什麼不能救第二個？那你動用那麼多的兵力，動用那麼龐大的一個資源，然後到最後只為了救一個飛行員，那整個行動的過程，讓我們感覺上真的是很像在奪取龍梭右。那如果說是真的是奪取龍梭右，我認為是失敗了。如果成功的話，這個川普一定是這個大吹特吹，這個戰略行動已經成功了。所以我認為這場2次世界大戰有一場戰爭叫做奪橋遺恨那美軍這次是不是奪右遺恨？好，奪右遺恨就是這個救人的地點。跟這個奪河的地點，這個出現了非常大的一個分歧。再來就是說，為什麼要出動這麼大的一個兵力，只是為了救一個人？那現在看起來，就算如果是當初是為了這個奪右的行動，這樣看起來是完全不成功的。等一下會請空軍的部分張將軍來持續幫我們做分析。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伊朗現在到底藏有多少的核材料，讓美國這麼的緊張？現在根據最新統計IAEA 核查，伊朗有441公斤的高濃縮鈾。另外有情報
指出，超過8000公斤是不同的這個濃度的濃縮鈾。那這些材料分散在很多位置的地方，還包括了伊斯法罕等等。那美國的核武工程師也說呢，美國現在只能從 IAEA 大概知道這個伊朗擁有的核武的數量，因為呢衛星圖像是已經完全的派不上用場了。所以同樣的問題也要特別請教張將軍怎麼看，就是有關於這一起行動是不是奪鈾失敗？那如果真的是失敗了，我們剛剛看嘛，戰爭部長赫格塞斯說沒關係，接下來我們美國會自己去把這個濃縮鈾給搶回來，代表說，上一次失敗了，還有下一次嗎？他已經想好第2套方案了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一個他是想要這個進其攻，飛行員也救了，這個濃縮鈾啊，這個原料也搶到了，結果飛行員是救到了，濃縮鈾沒有得到。因為我們可以看個幾個，有3個特色。第一個，如果要救一個飛行員，你不用動用176架次大動干戈，不會。你這個去的一個小兵力、輕快兵力，一個救了就走了。輕快兵力，你幹嘛要大動干戈？輕快兵力執行就可以了。要特戰什麼都出動嗎？那個就是有特殊任務，才會特戰。MC-13洞接，還有 MQ-9，還有這個油珠啊，就是 A-10啊，雷霆攻擊機，專門做坠地打擊跟掃蕩的，就是雷霆攻擊機，都那麼多，去救個飛行員。然後大動干總共176架次，不會，然後花了將近這個總共加了錢算起來的話，那個是天價所以我認為這個是他想要是2個一起，結果沒有了，飛行員救了，我成功了，我救飛行員了，那個不要去提，不要提，你不要提，這個事情不要提，為什麼？因為3個，第一個大動干戈不會救個飛行員，不會大動干戈這樣，輕快兵力快去快回，第2個。不會有距離差，飛行員在那邊，他跑到那邊去行動，這是幹嘛？你不救人，你搞那邊幹嘛？你要去夜市場，結果你跑到海邊去幹嘛？海邊有夜市場嗎？不對的，這個地方你看距離差就出來了。你要看距離差。那第3個，損失那麼重大損失 ，MQ-9被擊落，油珠被擊傷，2架的 MC-13洞接被自己自爆炸毀。當然是伊朗打的還是這個美國自爆，把它整個炸毀都有啊，總共我們就知道。它的損失非常的重，對一個救一個飛行員來看，人類有史以來不會說救一個人付出那麼大的代價，這是第一次，所以會拍成電影。剛才李將軍說會拍成電影。那我們先來看呢，那現在美國還要做第2次，我認為戰勝不負。為什麼呢？第一個，要去奪這個，你不管伊斯法罕還有其他的福爾多地方，它現在已經分區屯屬了。你動了這個伊斯法罕，其他地方你要不要動？你動了一部分，拿了一部分，你其他的還沒有，還有啊。你這樣子，這不是441公斤是放在一起的。伊朗是分區屯屬，你動一個地方，那其他地方呢？所以這個困難度增加了，因為伊朗分區。第2個已經加強部署了，因為戰勝原來來這一個，那我現在已經知道了，把這所有的戰爭的序列、作戰的兵力，整個一看檢討，重新布防。美國有所準備，伊朗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啊，他會重新調整兵力部署啊。而且那是在山洞裡面，那不是在地下，你容易進容易出對不对？可能都有一些主角鬼雷或者是機關在那邊設置呢。你入境我炸到，跟你封了那個洞口，跟你讓你進不去。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加強部署也是伊朗的應對之策。第3個，代價會更高。你前面這個代價已經出來了，如果下一次你要去奪鈾，那代價會比這一次更大。為什麼？伊朗的這些監測的這些相關的部署、防空飛彈都會布陣，在以逸待勞啊。這是伊朗啊，而且美國是要深入內陸，你進出就是有風險。無人機還空中加油，你無人機會不會被幹掉？MQ-9無人還有 MQ-9的這些無人機，所以風險太大。所以美國就算赫格塞斯當然可以講大話，對這個是在世紀上他不能服輸，但實際上困難重重。好，我們看到美國第1次的奪核計劃是正式等於說是宣告這個失敗了。那麼這個我們看到伊朗方面，他看到美國有這麼大的行動，當然會很緊張。如將軍幫我們看到了，他會持續的來加強他的濃縮鈾的布局，還有不管是在兵力跟武器上面的布局。在這個關鍵時刻，接下來就是要和談了嘛，美伊雙方這個伊朗方面真的會交出濃縮鈾嗎？苑老師又怎麼看？還是他們會私下，比如說表面上談得很好，私底下又偷偷繼續研發核武？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伊朗不太可能會交出來它的這個濃縮鈾啊。最主要的原因的話，你可以看得出來，美國是採取兩面手法。我幾乎確定上一次我坐在這個位置的時候，是大家要拍的電影，電影內容不是奪鈾遺憾，電影是講是救難成功
啊，現在突然發覺出現了一個新的版本故事，這電影拍不下去了，你知道嗎？你明明要到夜市，結果你跑到海邊去，差400公里啊！這個，所以我就覺得說，為什麼這個剛剛我一聽到就是非常好笑，因為美國人心裡明白，伊朗不會自己交出來的。而且伊朗本身的話呢，看到朝鮮成功的案例，看到以色列成功的案例，他們心裡明白得很啊，為什麼巴基斯坦有今天這個地位啊？然後那個沙特這麼有錢，要跟這麼窮的國家軍事聯盟啊？然後那個為什麼印度啊現在突然之間要想當大國，都是因為有了核能力。啊，所以說濃縮鈾對於這個國家的話，不管你發達不發達，不管你強不強盛，你都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鯉魚躍龍門的一個關鍵點。那伊朗現在過去被制裁了47年，原來的伊朗本身來講，為什麼這次我會覺得奪鈾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美國的資訊不發達、不完整啊。雖然出動了非常大的，就不顧成本的啊，那個2架C-130洞的話，那不得了，應該很貴的，對不對？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你這邊也提到講，只有 IAEA 的資料。441公斤，那這個算什麼東西呢？這個沒有人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伊朗本身原來在2月28號以前是同意放棄了製造核武器的情況下，濃縮鈾的目的是為了國內的發電，或者說為了國內的民生需用。所以說跟 IAEA 配合，每次都不斷的跟 IAEA。是國際原子能總署裡面報告，他們有濃縮鈾有多少公斤啊什麼的，就是按照這一步一步來。所以美國得到的訊息就這樣子，但是它地上到底藏在哪裡？那當然是分開的嘛。所以你叫這個叫做這個伊斯法罕這個地方到了，那福爾多這地方，那各個地方還有很多新的地方。那伊朗本身來講的話呢，哪裡幾公斤的東西放在哪個地底下不一樣？大家不要忘了，伊朗160幾萬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怎麼可能知道？所以美國整個策略講極度的傻子，那突然一下子發覺搞了這個多少100多名的這個突擊隊員在那邊講啊，跑那個地方，連那個地方的飛機下去能不能起來都不知道。那你想想看，這還得了？那美國的資訊情報這有問題啊，對不對？啊，你看到一個舊的那個跑道了，可以下去2架C-130洞，C-130洞非常大啊。我記得C-119就已經很大了，對不对？啊，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美國這一次想要奪鈾的情況下，成功的希望不大。但是回來之後一直沒有宣傳。我們到今天為止也看到的消息，就是我們在這邊講人家的預測，美國國防部、美國的戰爭部沒有承認過。好，持續要來關心的是川普的最後通牒誤判了戰局。我們今天會關心到的是，連美軍自己的幕僚長都驚呼川普遭到蒙蔽哦。那麼美軍現在彈藥呢也被全面的掏空。中國大陸這個時候被視為是在全球體系當中比較值得，相較美國更值得信任的國家了，被說成為最大贏家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這是川普對伊朗下的最後通牒了，要求的是，德黑蘭，你要在美東時間7日的晚間8點準時開放荷姆茲海峽，否則我們就會進行攻擊了。攻擊的範圍包括了所有的基礎設施，像是打電廠、打橋梁、打這一些基礎設施。《華爾街日報》也特別做了披露啊，川普之所以會有這一些決策，就是因為他的背後有一些高階的幕僚不斷的在慫恿他，並且還跟川普說，你打伊朗的發電設施、橋梁，這些都是合法的軍事目標。但是有人呢就不是這麼認為的。我們看到的是白宮幕僚長，他對於川普身邊的這些幕僚開始感到非常的憂心。他說呢，針對於戰情跟衝擊的評估，這一些幕僚，川普身邊的核心幕僚，他們根本就已經過度美化了這些資訊給川普。換句話說，川普他聽到的所有的消息都是他自己想聽的，而不是應該要聽到的。當然，進一步就會衝擊到川普的決策。這是來自於美國目前針對這個伊朗的攻擊，以色列方面也沒有縮小它的力道。現在最新消息，以色列直接空襲的是伊朗的經濟的動脈了，而且都是民用設施，50座的石化工廠全部因此停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瑪目港市的石化園區了。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附近50萬居民都是靠這個電廠來提供電力的，造成伊朗百姓現在只能陷入在一片的黑暗當中。最不幸的消息就是美國跟以色列最近攻擊了30所當地的大學，造成了5名大學教授、60多名的大學生因此喪命。被說專家說，來自於伊朗的科學部長，這已經是退回到石器時代的反人類的罪行了。好，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了，川普是不是被
被幕僚的資訊過濾給誤導了，影響了他的決策。針對於這些基礎設施的打擊，包括美國跟以色列做的打擊，是否有踩到國際道德跟戰爭的底線，現在備受質疑。委員怎麼看？外界之所以認為中國大陸是贏家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大陸沒有當流氓，中國大陸沒做惡霸，中國大陸沒有入侵別人的國家，沒有濫殺別人國家的人民，沒有打擊這些國家的民用基礎設施，中國大陸什麼都沒有做。他就謹守在王道的這條路上，能夠援助這個需要援助的人，能夠提供相關的這個協助，他通通都做了。但是他沒有當惡霸，所以呢，其實中國大陸之所以是成為最後的贏家，是因為美國自己把自己做成最大的輸家了。那麼，美國如果跟以色列全面的去攻擊伊朗的民用基礎設施，我剛才提過了。伊朗的這個作戰的劇本顯然有不同階段的作戰性目標。如果今天美國跟以色列準備升高這個對決的態勢哦，你開始這個無差別的去攻擊了平民，攻擊了這個民用的這些基礎設施的時候，你就是逼伊朗走到另外一個階段的這個的作戰策略了。我剛才提過了，伊朗手上不是沒有必殺絕技的，他只要去攻擊我剛才所提到的這個能源生產設施，包含海水淡化廠，整個中東地區就变成一片荒漠，馬上退回石器时代。伊朗会不会回到石器时代，我不知道了。但是如果伊朗去攻擊了、摧毀掉這些國家的海水淡化廠，這些國家立馬就回到石器時代了。整個中東地區幾乎80%是仰賴海水淡化廠的，所以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哪怕伊朗的這些民用基礎設施被攻擊，伊朗的大學被攻擊，伊朗的石化設施被攻擊，甚至連伊朗的核電廠都被波及的時候，伊朗還是很節制哦。那這才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如果大家最近看到了那個 Kent 哦，就是辭職的那個國家反恐中心接受了這個挪威的一個教授的訪問的視頻，他就講了，他說他自己擔任國家反恐中心，他說伊朗一直都很理性，伊朗也一直很克制哦。這就是他為什麼沒有辦法接受川普要揮軍攻打伊朗的原因，他無法理解哦。所以其實在這場戰爭裡頭，整個戰爭的節奏都是伊朗在掌握的。你看到了美國跟以色列這樣瘋狂的亂打亂炸的原因很簡單，因為美國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沒有出口的戰爭了。他想要找個出口，可是找不到個出口。他想先射箭再畫靶好了。然後問題是，這些箭都射到他自己身上了，他到底該怎麼畫靶呢？他連現在畫靶的能力都沒有。你現在問美國說這場戰爭的目的是什麼，他可能完全想不出來哦。最近想到一個新的，就是剛才艦長講的，說美軍決定要突襲伊朗的核設施，乾脆把濃縮鈾都搬走好了，所以他才會說準備要這個突襲伊斯法罕的這個基地。可是後來大家評估之後發現有困難的原因，是因為伊斯法罕被他炸了，所以呢要去的呢不是派部隊去，還要挖。要想辦法挖才能把東西帶走啊，因為都被埋在下面了。然後再來，你挖了還不行，你有這麼多桶，到底哪一個是有濃縮鈾嘞？你還要有專家去測才行哎。所以呢，後來就發現說，我現在就要進去搶你的這個濃縮鈾的設施，現在都不是這麼容易可以達到目的的。所以呢，當這個川普說要在4月1號發表談話的時候，外界就預估說，哦，川普準備要這個 tackle 了，他準備要宣布說戰勝了哦，就是用這個自我催眠式的戰勝來解決這場戰爭。可是到4月1號晚上美東時間，我們就看到川普的演說的時候，發現川普又再一次被以色列綁架了。與其你說川普是被幕僚誤導，我根本就認為川普就是被以色列公共政策委員會在美國強大的游說力量跟這個金援的力量給綁架了，所以川普完全退回來了。原本以為他要宣布戰勝了，要離開戰場了，沒有，他說這場戰爭還要再繼續打，還要再打2到3週。所以其實你說美國有沒有做這個預防的措施？有，美國的幕僚已經在做了，包含川普在談話的時候試圖把責任要推給赫格塞斯，說赫格塞斯是最主張打仗的。包含 J.D. Vance 最近傳出來訊息，他打電話飆罵納坦雅胡，說納坦雅胡騙了他們。包含你現在看到的白宮幕僚長出來講的話，其實這一切都是替川普要建構一個不得不最後要出場的一個這個借口了，就是這一切都是納坦雅胡錯誤的情報欺騙了美國的白宮幕僚，然後白宮的幕僚又誤導了川普。所以如果最終有一天川普必須要退出這場戰爭的時候，最後被犧牲拿來祭旗的一定是納坦雅胡。
好，来自於以色列，還有這個以色列提供給白宮幕僚的情報，再提供給川普，也就影響到了川普接下來一系列的各種在軍事上面的決策。那麼同時間呢，我們也看到了，在這一系列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之後，美軍的戰損，我們也來稍微做一下統整。尤其現在要來看到的是他們的這個攻擊型，包括各種的導彈的數量已經幾乎不夠用了。先來看到現在美國最新的消息，從全球調動的是他們的隱形巡航導彈，目前是剩下了425枚，那麼庫存量已經剩不到20%了，而且補充需要數年的時間。再來3月份已經光是3月1個月發射了850枚戰斧飛彈，相當於打了2到3年的產量。最後是前10個小時內發射了800枚愛國者飛彈，多套的薩德系統被伊朗摧毀，只好從南韓來緊急派薩德到中東地區，會不會影響拖垮美軍在全球的軍事部署呢？艦長又怎麼看？其實我們這樣講啊，一個組織的文化的建立，其實最重要的是領導人。那也就是當我們看到川普，他就是喜歡拍馬屁的人，那也是只有拍馬屁的人活得下来，所以肯特不幹了。然後陸軍的參謀長被他直接要求立刻去職，而且立刻退伍，那也就表示，對於陸上作戰的部分，其實陸軍他的參謀長是有別的意見的，那而且非常堅持，所以川普才叫他滾。那現在經濟學人講了，這個有關於中國嘞，也就是最後的贏家，他的做法是什麼？就不告訴川普你正在犯錯之中。那這一個犯錯呢，因為我們講到說，其實這一個伊朗它不斷的在研發新裝備，我們很少有看到彈道飛彈它其實飛了這麼遠的過程，那它其實它打出來的竟然是集束炸彈。那這個集束炸彈還不是一種，也就是我們這邊看到它有大型的集束炸彈跟小型燃燒的集束炸彈。那這種集束炸彈在它飛行的過程當中呢，它會散開來。那它散開來的過程呢，也就變成它原來它就要攻擊的主要地點就是在這邊，然後結果一散開來變成天女散花。這一散開來就糟了。為什麼？因為它針對的是什麼？它針對的就是鐵穹啊。鐵穹原來它原來就是要攔截這種高度不高、速度不快的這一種火箭彈或者是這種集束炸彈，但是數量總是問題嘛。你數量用完了，對不起，你就沒有了。那現在我們其實看不到以色列的街景的一個狀況，但是等到總有一天讓我們看到，因為我們從這些很片段的部分，我們其實已經看到有關於這個特拉維夫啊，或者是海法，這些都被打得非常慘。那至於說是不是有從其他的國家調庫存呢？有一個國家叫的最兇的那個國家就叫做韓國，南韓。他就這之前他就講了，你做這一個史詩怒火，結果你把薩德你調走了，你把這一個愛國者調走了，你去年9月就調走一次，你現在又調走一次，可是他要面對強大的金正恩吶，那金正恩什麼時候突然要打他們也不知道。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人問了下一個問題，這到底是哪一個國家？菲律賓啊，菲律賓說，下一個是我們嗎？為什麼？因為菲律賓也有愛國者啊，所以現在大家都非常的緊張啊。那我們剛剛講這一個李在明韓國總統啊，他絕對不是坐以待斃的，他是有抗議的，但是呢，他說他正式的反對這一個移轉，但是他沒有辦法阻止。那這一個部分，也就是為什麼現在其實美國的種種的行為，已經讓我們剛剛講到的中等國家，通通都對美國非常反感，而且還加一個韓國。那這一次為什麼這個彈藥量消耗這麼大呢？因為美國使用了 AI。我們看到這個 Defense News 它講得非常清楚，也就是為什麼會打到這個小學。那其實呢，那這個跟 AI 就是有關於人工智慧目標打擊計劃，其實是有關的。這個打擊計劃，它會讓就像我們現在這種過分泛濫的資訊由 AI 梳理一遍。AI 會用什麼呢？ AI 其實它會用大量的這些目標的資訊，以及衛星的資訊，還有你雷達的資訊，作為一個比對出來之後，它決定攻擊的順序。但是你當初給他的
目的是什麼？你是要贏的，可是你沒有告訴他，對不起啊，我的飛彈是有限制的，所以他就一直打。一直打的最後呢，也就是你彈的藥量就有問題了。那剛剛講到說有關於核設施的問題啊，就是這裡就是剛剛大千委員講的，也就是它非常的複雜。它除了要將這些工程的裝備投射到這個伊斯法罕或者是福爾多之外，它還要挖得進去啊。它挖得進去之後還要抬得出來啊。那這個挖進去抬出來，大家覺得是雙手去拿嗎？你雙手去拿，你回來就廢了。我們講到那個是濃縮鈾啊，這個只是美軍使用的半衰鈾的彈藥，你看看它是怎麼樣穿戴這些裝備的。那這個才是濃縮鈾的一個儲藏的設備，你要怎麼樣拿出來？你如果慢慢的拿可以啊，那但是你現在你要在有威脅的情況之下把它抬出来，而且裡面有沒有軌雷？就是你只要去拿了，它就炸了。炸了之後呢，你每個人身上全部通通都是那個輻射的殘骸，這才是最糟糕的部分。好，這個是來自於我們看到，在這場戰爭之下，美國它的武器量還有這個國力都在快速的耗損當中。那剛剛也講到了嘛，這場戰爭打到現在，是不是现在看起來受惠最大的反而是中國大陸？我們來看到一個最新的民調，這是來自於蓋洛普的最新民調，全球現在對於中國的認可度大幅超越美國，創20年新高哦。中國目前是以5個百分點優勢領先美國，並且現在全球多國官方、美國外國的這些官方機構也說了，連續5週大家都在淨拋售美債規模909億美元。再來。這場空襲、這一場攻擊當中，也導致了金屬的市場持續的波動，加強了區域對於中國的鋼材原料的依賴。中國是最大的獲利者嗎？那聶老師又怎麼看 ？OK， 我想大家都知道，10年河西，10年河東。這個19世紀呢，曾經是海上霸權這個英國的世紀，從1805年查法卡戰役開始。那到了20世紀呢，當然尤其2戰之後。這個全世界的這兵工廠在美國，在2戰之後 support 其他的盟國戰勝之後，當然這個時候的霸權變成了美國。那當然這時候又隔了1個世紀，21世紀是不是就是中國人的世紀呢？這看起來啊，這個訊息好像慢慢展現了哈。那剛剛講到這個認可度，那我現在想一下哈，就是在去年嘛，2025年，當然。中國它自己發行了這個12筆的豫南債，就是他們的人民幣債券哈。那麼它的認購率非常高，可是它後來嘗試做了一個所謂的美元國債。那美元的這個主權債呢，發行的時候在2025年11月發的時候，它是嘗試看別的國會不會向中國買美元國債的主權債，沒有想到它認購率呢，它發40億，卻認購的是1180多億，將近30倍。而美國同樣發行3到5年的這種債的時候，是認購率3倍。你覺得這個問題出在哪裡？也就是國際的信譽非常清楚，認可度就是中國比較穩，中國比較安全呢。因為債嘛，當然這跟美國債務債台高築也有關了哈。這是一個重點，認可度。但是剛剛講到說，好像全世界啊，不管這個媒體報道，中國現在在全球的可信度是好超過美國5個百分點。其實我覺得不止。我覺得講世界上有2種嘛，這個知識較高者都知道世界怎麼了，有國際觀的，是當然也有一些認知戰被認知戰慫恿的哈，教育是最那個的。但你知道國際間大部分都看西方媒體，那麼尤其那美國又用它的美元霸權hold住了控制了世界，因此在整個在使用上、交易上、甚至政治上。好像美國還是很強，但是真正有國際觀的，你會發現它認可度可能不止5個百分點而已哈。這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當然，先講到還有一個叫供應鏈的重組，這次發生的這件事情非常有趣哈。當然，現在這個美國啊說要把這個伊朗打回石器時代，你會發現這個伊朗也會。不管用怎麼樣的反擊或怎麼樣的動作，會讓美國回到青銅時代，它不會回到石器，也回到青銅時代，因為美國會慢慢被消耗到變成青銅時代，這時候兩邊都會隕落下去，你知道嗎？可是伊朗將來搞不好還有中國重建之手。各位剛看到供應鏈的重組需要非常多的材料、原材料，那中國現在怎麼樣呢？在這時候呢，淺淺的一條龍沉在海裡，而且就講人到健身房一直鍛鍊身，越鍛鍊越強，它有很強的實力，在供應鏈上也將來可以 support 伊朗做它的重建。我覺得最重要，不管是鋼材或者一些原材料，或者是基礎的設施，未來的戰後重建很可能會很大量要依賴中國去做，因為中國現在這科技也好，這基礎建設也好，它的實力是足夠的哈。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依賴會是中國。所以大家已經看到了，這個中國的角色真的是越來越穩健。在美軍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1個月內美軍損失慘重。今天會來關心到多款的美國戰機都因此被打下來墜毀哦。另外傷亡的數字最新來自於美國國防部的說法是來到了13死365傷。當然了，這個數字還在持續的上升當中。美軍原本自信的說可以壓制伊朗的雷達，但是在近期的幾起的攻擊當中，可以看到他的戰機都被精準的獵殺了。這一場戰爭正在持續全面失控。今天一起來關心中東戰火燒到現在，其實已經燒超過了1個月的時間。美伊的激烈交火下，我們看到美軍最新光是在3月份有多少架的戰機被這個跌落。我們來首先看到幾個重要的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是在3月2號，這一次的一共是3架的 F-15戰機在科威特的上空遭到友軍，當時是遭到誤擊墜落，導致6名機組員他們只好彈射逃生。緊接着在3月12號，一架 KC-135空中加油機在伊拉克也墜毀了，6名機組人員是全數罹難的。再來是3月27號，美軍的 E-3的哨兵預警機在某個他們的中東的基地遭到伊朗攻擊之後摧毀。不過今天我們要來關心的是最新的這一起事故，是發生在3號的凌晨了。我們看到的是 F-15E 的飛機戰機，他們飛入到了伊朗的領空之後就被擊落了，2名飛行員他們緊急彈射逃生。而且呢，在緊急逃生之後呢，就美軍立刻是展開了最大膽的一次救援行動。川普在努力了非常久的時候，在5日在社群宣布我們接到人了，但是我們也稍微帶觀眾朋友回顧，其實在這一起的救援行動看起來真的是險象環生的。來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時 F-15E 墜落了之後，我們看到這一名飛行員他是獨自逃脫的。當時他的腳其實是受傷的，所以呢他沒有敢停留，趕快的一直往高處爬。後來他爬到了一座是7000英尺的山脊，他就擠入到了這個山脊的岩縫當中，然後隨即他就啟動了他的信標，要讓美方知道他的位置在哪裡。緊接着發出了間歇的訊號，他不敢長期開着，怕也會被敵方給知道他在哪裡哦。然後他就在這邊進行了等待。緊接着，美軍的救援就正式的開始了。美國是出動了數十架的戰機跟直升機，並且派遣了達到100名的特種兵與伊朗在當地直接跟民兵展開了交火。在這當中，2架的運輸機在運輸的過程，在整起的這個攻擊的過程當中，也因為故障而受困了幾個小時的時間。美軍是趕緊派了3架新的飛機繼續的執行任務，並且來自美軍的說法，他們就直接炸毀了當時故障的2架運輸機。但是來看到伊朗的說法，跟美軍是完全不一樣的。伊朗說呢，2架運輸機是由伊朗炸毀的，並不是美方自己去炸毀它的。伊朗說，他們擊落一共是2架的黑鷹直升機，還有2架的這個 C-130運輸機。為什麼這說法這麼不一樣？等一下我們會請專家來幫我們做還原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那麼現場的影像也顯示，伊朗的武裝人員他們密集開火，干擾低空的救援編隊。而從戰爭到現在，剛剛說了超過1個月的時間，最新來自於美國官方統計，造成13死365人受傷。美軍這一次派了上百名的特種部隊來執行這樣子的任務，只是為了救1名的飛行員，宛如衝出封鎖線這個電影哦。根據伊朗的說法，他們擊落了包括黑鷹直升機還有運輸機，但是根據美方的說法，是他們自己炸毀的運輸機。到底怎麼回事？美軍這一次的行動到底算不算成功？那麼這一批特種部隊被圍剿的話，那麼可能會造成的是特種部隊上百人都全軍覆沒。如果真的發生，川普承受得起嗎？艦長怎麼看？其實這一次的救援行動證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國擁有大部分的局部空優啊。那也就是之所以他們可以順利的救援，其實這占最重要的部分。那其實我們來看，其實這一次發生的地點呢，在伊斯法罕省。
那伊斯法罕省其實已經到了中部這個位置啊。那這中部的位置，其實這一個它發生的地點，它是一個臨時的機場。那這個臨時的機場呢，如果我們來比對一下的話，它距離伊斯法罕的這一個核設施，其實大概就是50公里而已。那50公里都不到。那如果以50公里來講的話，那其實這一個機場未來是不是將成為美軍要到伊斯法罕來進行這一個濃縮鈾，那直接的把它撤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場。那至於說到底是誰去炸這個飛機的，我基本比較相信是美軍炸的。為什麼？因為基本上對於伊朗來講，他一定不想炸，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大家都可以多多少少做一些所謂的逆向工程。而且自己做不了，可以交給俄羅斯來做，所以他一定會想要把飛機留下来。但是对於美軍來講，其實美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條啊，叫做 Leave no one behind， 也就是不拋下任何人。那也就是無論生死都要把那個同袍都帶回去。那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一個部隊救援？也就是告訴他們每一個飛行員或者是每一個官兵，就是你如果說在戰場上遇到了什麼樣的狀況，美軍會盡一切的力量把你救回來。那這個是美軍他為什麼出動這麼大兵力的原因。而且如果我們從黑鷹計劃一直看到現在的話，美軍在撤離的時候，他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破壞裝備，因為美軍派出去，他能夠壓制這一個伊朗的所有的空中的一個無論是徵收或者是打擊行動的話，它有各種的徵收反制裝備，所以它一定要加以破壞。那破壞完畢之後，那它才會離開。那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而且包含了當年他們其實有 Desert One， 也就是在當時要撤出，就是科梅尼政权的時候，他們要撤出這個伊朗大使館的使馆人員的時候，結果那一次也不成功。那一次在伊朗中部的沙漠，其實也是發生了這一連串那個不順的，然後結果連人都救不回来的現象，他們也是把飛機破壞了。所以如果說以飛機破壞的這個部分的話，我是比較相信是美軍破壞的。那至於說這一個行動呢，成不成功，其實非常成功，但是它它有前提的，也就是不斷的在提到說，美國在伊朗其實是擁有空優的。那不然的話，我們一開始可以看到它的這一個HC-130帶着2架直升機還進行在伊朗上空進行空中加油。那其實進行空中加油是最危險的時候，也就是他們其實沒有反擊的能力。他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因為他堅信沒有那個地面可能的攻擊。所以我們說這一次的這個行動是成功的，但是這也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國其實他对於伊朗其實並沒有那麼對，尤其是對於他的地面部分沒有辦法完全的掌握，它尤其是它慢慢深入內陸之後，其實它會遇到的挑戰更多。好，這個是來自於美軍哦，他在這一場攻擊行動當中，整體看起來算是成功，但是也面臨到許多的挑戰。那這麼多的戰機，剛剛講嘛，許多型號都被打下來，不管是 F-15E 到 F-16到 A-10，甚至是預警機都出事，制空權是不是已經被伊朗給打穿？委員又怎麼看？对，我想很多這個朋友都在說，這一次是美國救援的這個勝利哦，這點我同意。但是當然也有很多人說，那這是不是代表伊朗的失敗哦？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結果哦，就是對伊朗來說，他如果真的抓到了這個美軍的這個當時跳傘的這個人員哦，那麼真的抓到了，變成俘虜了。那你說有人說這樣伊朗會手上多了一些談判的籌碼。可是我會認為說，反過來講哦，你會讓美軍有更大的正當性對你發動後續的攻擊。其實，在這一場這個美以伊的戰爭裡頭，為什麼美國跟以色列站不住腳？因為率先攻擊的不是伊朗，伊朗沒有屠殺美國人，那伊朗是完全在被動的回應。所以，如果今天這個伊朗真的把這位飛行員把他俘虜了，
那麼美國恐怕就有更多的理由去發動各式各樣的打擊了。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讓人把這個被美國救走，對伊朗來說是一個最好的結果啊，因為在救他的過程當中，美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哦。就像剛才艦長講的，美國自己不得不親手炸毀掉自己的2架特戰運輸機啊。然後呢，從這個整個開戰到現在啊，不管美國的這個戰鬥機是被這個友軍打下來的啦，或者是自己失誤掉下來的啦，各式各樣的理由。但是不可以否認的是，它其實在某種程度來說，對美國的空軍或者是这個整體來講，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它不是沒有戰損的，它是有戰損的，只是這個戰損不一定是伊朗把它打下來的哦，包含這2架，美國自己親手要把它炸了。那麼因此，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呢，就反映了2個現實哦。第一個現實就是美國不再是天下無敵啦。就是以前川普能夠把自己當作宇宙之王哦，就覺得說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國家他不能征服的哦，就美國只要輕鬆出手，馬上就可以這個拿下來了。可是，在這一場戰爭裡頭哦，我還不要講說這個戰爭最終的終局是什麼，就光打到現在，大家還有人會相信美國是天下無敵的嗎？美國的 F-15可以被友邦打了3架下來哦，美國自己的 F-15现在飛到了伊朗上空，也被伊朗的這個防空系統打下來了。美國自己的特戰運輸機在機場還飛不起來，逼得只好自己把自己飛機給炸了。然後美國的黑鷹這個直升機也一樣被打到啊，所以你說美國再像當年說它可以如入無人之境哦，消滅它任何想要消滅的對手跟敵人，我認為打到現在為止，它的那個神話已經破滅了。那麼第二個就是剛才這個艦長也提到說，美國真的掌握制空權了嗎？的確是。就是如果照傳統的說法來說，他掌握了，他殲滅了伊朗的空軍，他把這個防空陣地可能雷達都破壞掉了。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啊，伊朗還有地面部隊啊。就是有的時候這個何謂制空權，就是地面部隊可能用很簡單的軍事裝備就可以把你飛機打下來了，更不用講說你可能是黑鷹直升機這麼低的飛過來。那麼你用個肩射飛彈都有可能把它打下來哦。所以當美國沒有辦法全面的清除這個伊朗的地面部隊的時候，坦白講，你說美國要100%掌握制空權，恐怕有一點難。傳統的標準來說，他可以說他100%掌握了，但是現在哪怕只要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他的下一架飛機都有可能像 F-15一樣被打下來了。好，這一次美軍的這個戰機多架被打下來，這個戰損也再度的驗證了這個美軍的制空神話被打破了。那同時間呢，也凸顯了伊朗他這一次在這一回合當中的新防空系統的威力是不可小覷的。特別伊朗自己說了，他說這個是由我們國家的年輕聰明的人們所打造的新防空系統。我們今天會來看到的是來自《紐約時報》的報道，他說伊朗所謂的新防空系統指的是包括了中程機動型的地對空防禦系統，也就是霍達德3的飛彈擊落了 F-15E。另外還有專家指伊朗可能還用了什麼呢？就是被動的紅外線的探測系統，追蹤鎖定美國的飛機，是這樣嗎？聶老師怎麼看 ？OK， 剛講到神話，其實這次神話破滅不只是制空權啊，我想種種這個所謂由美國發出的神話訊息都已經破滅。那麼我們講一下這個，當然在中東整個制空權啊，我們知道所有的空優都在美國那一方。從以前到現在，大家都還是認定是這樣，包括現在這個他們救援他們的這個飛行員一樣的，他們的制空權、他們的空優絕對是在非常的 top， 很頂尖。可是你知道嗎？這個伊朗他知道他磨不出很亮麗的劍，但是呢，他最少要製出厚實而強韌的這個盾，然後呢可以折斷你的劍。他知道這個情況，所以他歷年以來就一直在淺的用智慧的去考量，他怎麼去製造將來只要制空權被破解之後，我們怎麼去反擊這個所謂的他們的空優的飛機。因此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導彈，他們我認為他們早就已經潛在，就是跟他們在做核彈核設施一樣的道理。那當然你要做核彈，必須要飛彈必須要有2樣東西，一個是攻擊力夠強嘛，一個就是我覺得還是要精準度要夠。所以這次你剛剛講到的，他們的防空系統就是這一套所謂的被報道出來的這個 HODAT 叫赫達德3這一套的防空系統。那當配上它的這個紅外線的鎖定的技術各位你可以看到這次它真的讓這個美國的這個所謂的空優真的是這個神話被破滅。為什麼？這次大家可以看到從頭到尾當然之前有其他的無人機或飛彈的這個反擊，包括這個我們講攻擊機也好，
好像戰鬥機啊，不管是 F-15、F-18這個艦載機，或者甚至 F-35，然後再來就是加油機，甚至很貴的預警機都會被打到。而這次呢，卻能夠把 F 戰鬥機這麼靈活運用的戰鬥機打下來，我覺得跟這個赫達德3有關。那赫達德3是什麼樣一個這個飛彈呢？我必須聲明一下，它是一個中程的一個機動式的，我強調是機動式的一個防空導彈。它是一個在輪輛車子就有輪的車輛上的一個導彈。這個導彈可以讓它怎麼樣呢？能夠隨時機動。這是最主要的。那還有，而且還可以隨時隱匿，因為它可以隨時被發現的時候呢，開始變換這個部署，然後呢躲進這個山洞裡，然後再隨時出來，所以它可以做到隨時的轉移陣地，然後掩蔽，然後適時再反擊。我覺得它就是這個成功之處在這裡，所以就很容易的怎麼樣呢？就把這個美國的空優稍微擊破了。我覺得最後還要強調一個，就是我覺得這次伊朗所打的東西，不管它是地鼠的這個戰略方式，就是邊打邊造，或它馬拉松的做法，就是它由小放大、循序漸進，而且很厲害，就是預留了實力。它現在我覺得它還在預留實力。最近我看到一個消息，它準備用20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20億的美元石油哦，他們生產石油的國家要跟中國交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2種飛機 J14、第4代的，以及第5代 J20，還有一個更重要，要買他們的紅旗飛彈，紅旗9。那這是中遠程的這個防空飛彈哦，它的這個命中或它的這個定位定準就更厲害了。所以我覺得它還在預留實力。如果你美國還要繼續來，我們還有更強而有力的實力，未來可能就真的把你的整個艦啊磨到全部都折斷，讓你將來可能再也沒有辦法去刺傷別人。